老李头，你什么意思？外面一桌席只要300，你收我500，你他娘的杀手坑我！就是啊，当年要不是我家老太爷给你一口饭吃，早饿死了。结果你倒好，给恩人办喜事还要黑钱，我呸！不是这样的，张老板，您误会了，镇上那个300块，都是预制菜糊弄人的。您今天娶的是城里儿媳妇，我给您备的这500块钱一桌，那是真材实料。你看这甲鱼的分量。少他娘给我算账！不就是几条破鱼，几只破鸡吗？能值几个钱？我看你就是欺负我们不懂行，仗着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恩情，变着法的坑我们家钱。背心老绝户，坑恩人的钱，赶紧走！好，我给张大长家做了10年的红白喜事，到头来就这样对待我。师傅这10年来，都是倒贴钱给你们家做菜。对，你们这样，还有谁敢来你们家做饭？我告诉你，有的是厨子求着赚我这笔钱。今天这喜宴，没你这个臭做饭的，我照样办得风风光光。哎呦，林大，我派去接您的迈巴赫已经到村口了。喂，王老板吗？你母亲的巴沙大寿，我接了。师傅，咱这可是昨天半夜去水库一网一网捞上来的野生甲鱼，还有这土猪肉，是您亲自去乡下挑的。就这么便宜这孙子了？他嫌贵，就让他自己选便宜的。可便宜东西吃进肚子里，最后是谁遭罪，他自己心里得有数。哎呦呦，赶紧搬，弄几条破鱼烂虾还当宝贝了。大家伙都看着啊，是他自己要走的，可不是我不给钱。这种杀工的黑心户，以后谁家办事也别请他。就是，赶紧腾地方。一会儿镇上好运来的大厨就带着海鲜大餐来了，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城里人的排场。10年前你爹下葬，你连个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是我林长山出钱出力，给你家办了3桌白事席，让你爹体面下葬。今天你这一巴掌，把当年的恩情打得干干净净。少提当年，我现在有的是钱，快走。好，祝你今天这顿喜酒喝得顺畅，也祝你请来的那300块钱一桌，真能对得起满院子的宾客。哎呦，林大厨，您可算接电话了，我派去接您的迈已经到村口了。今天我老母亲80大寿，全镇有头有脸的老板都来了。别人请您是图排场，我请您是图您这口锅干净放心。王总客气了，我这就出来。嘿，装什么大尾巴狼，还卖，肯定是找人演戏气咱们的。当家的，赶紧给镇上好运来打电话。林老哥，您受委屈了。要不是您徒弟给我发信息，我还不知道张大管敢跟您动手。这种连坐席规矩都不懂的人，以后我跟他做生意也得重新掂量掂量。您放心，以后他在我建材厂的砂石生意全停。王总，客套话免了，先把我的高汤和甲鱼护好，这可是真家伙。那是，保镖，赶紧把林大厨的宝贝搬上后面的冷汤车。都给我把桌子擦干净了。今天我亲家可是城里的领导，咱们村的排场必须拿捏住。一会儿镇上的海鲜大餐一来，绝对让他们刮目相看。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大喜的日子慌什么？我丈母娘来电话了，他们说路上没堵车，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刚通知今天全村停水。哎，什么？当家的，这可咋办啊？老林头刚把锅碗瓢盆全撤了，咱们现在后厨连根葱都没有，亲家来了吃什么？喂，胡老板吗？我张大款，你们到哪儿了？赶紧给我过来，我亲家马上到了。哎呦，张老板急什么？今天端午办喜的多，我这人手不够啊。那单子我还没备菜呢，再等等，下午2点我准到。下午2点，2点黄花菜都凉了，我不管，你现在必须给我带人过来，马上！先把场面撑过去，别让亲家看笑话。菜好不好，等上桌再说。
这临时加急，可得加钱啊！可算来了！快，赶紧把家伙事搬进去。亲家的车已经到村口了，先弄几个凉菜对付着。哎，张老板，规矩不懂了。我胡某人出车，从来都是先见真金白银，再下锅点火。胡老板，咱不是在电话里说好了吗？一桌300，一共20桌，6000块，干完活我1分不少你的。张老板，今天可是端午黄金周，镇上的厨子都被订光了。啊，我老丈人的车停下了，他们下车了，快点啊！别！胡老板，胡哥，算我求你了，你现在可是救我的命啊！你说你要多少？5000，行，比咱们说好的还便宜1000，我这就转你。想什么美事呢？这叫端午加急配送费加人工过节费，这笔钱不含在菜钱。给了这钱，我的伙计才给你搬东西下锅。5000，加上菜钱1万1了。老林头那种国宴手艺才收我1万块，你们凭什么？爸，咱这不比梨树还贵了吗？闭嘴！现在是钱的事吗？现在是脸的事。嫌贵？行，那你找你的国宴大厨去吧。小黄，开车。我给还不行吗？别走！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吗？扫吧，张大老板。进场费5000，菜钱1万，一共1万5，少1毛钱，这车门我都焊死了。D， 小心收款15000元。为了省200一桌，现在倒贴进去1万5，这事儿绝不能让亲家知道。小黄，卸货！给张老板把排场支棱起来。胡老板，钱我给了，但我丑话说在前面，我今天招待的可是城里的领导，你这菜要是弄得不好吃，跌了我的面子，我跟你没完。张老板，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这可是最先进的手艺，保证香飘十里，把你亲家迷得神魂颠倒。哎呦，你们这农村的空气怎么总有一股怪味儿啊？亲家公呢？怎么我们大老远来连个面都不露？我爸在后厨亲自督战呢。妈，您不知道，今天我爸为了招待您，特意请了镇上最豪华的厨师团队，正在给您准备绝版的野生海鲜大餐呢。哦，算你们张家懂规矩。不过我胃不好，吃不惯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你们的海鲜可得是活的。姓胡的，你管这叫大餐？全冻得梆硬的预制菜料理行，这虾片连个虾的形状都没有，你让我拿这个去喂我亲家，你懂什么？这叫高科技合成海鲜，现在大城市高档餐厅里都用这个。上菜快，味道重，稍微有点腥味怕什么？老子一会儿多撒点辣椒精和红油，油锅里一炸，神仙都吃不出来。不行，绝对不行！这东西看着就不对劲，你给我换新鲜的来。换。行啊，你现在去县里买。不过我提醒你，你亲家已经在前面喝茶了。你要是现在让我撤，你这喜宴立马开天窗。自己选吧。坐。多放点调料掩盖一下，千万别让他们吃出不对劲儿。今天先把面子撑过去，别的以后再说。林大厨，这才是人间极品啊！今天这顿饭，我王某人脸上有光。菜好不好，先不看排场，先看干不干净。时刻敢把肚子交给你，你就不能亏了这份信任。这什么味儿啊？这么呛人！哎！你们怎么干活的？这水都黑成墨汁了，怎么不换水啊？这洗出来的东西能吃吗？张老板，
这叫半成品，出厂都消过毒了，水洗了味道就淡了。再说了，一会儿下300度的油锅一炸，什么细菌杀不死？穷讲究什么？你们这是糊弄鬼呢！张老板，您要的是300块钱的排场，不是500块钱的规矩，想讲究，您刚才别把老林头赶走啊！大款啊，前面亲家都等着急了，这凉菜怎么还不上？哎呦我的妈呀！大款，这就是你说的最高端的海鲜大餐？这肉红的像刷了漆一样，老林头准备的活甲鱼呢？二叔，你懂啥？这叫发酵。城里人就爱吃这口臭的，你少在这大呼小叫的，出去，赶紧出去！造孽呀！放着好好的真东西不吃，吃这塑料袋里的玩意儿。老林头早说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不能黑心，你这是拿全院人的肚子赌面子啊！林大厨，您这规矩可真讲究，洗个菜全用几10块一瓶的矿泉水。王总，好马配好鞍，好菜配好水。您这极品野生甲鱼，要是沾了自来水的漂白分味儿，那不就暴殄天物了吗？只有真实食材，才能做出佳肴。哈哈哈哈！讲究，太讲究了。当家的，这放的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呛人？这叫一滴香。嫂子，你别看这肉有点味儿，只要加上我这独门秘方，保证香的他们连舌头都吞下去。刚出锅的凉拌猪头肉，您先尝一块。绝了，简直绝了！绝了，看着像白水，喝进嘴里却有山珍海味的浓香。林老哥，这手艺100万一桌都值啊！您吃得顺口就行。这什么味儿啊？发酸，还有股浓浓的防腐剂味儿。你给我咽下去，别在这大呼小叫的。真不好吃。你个土包子懂什么？人家胡老板说了，这叫城里流行的酸甜口，几百块一盘呢。你赶紧给我咽了，别让亲家看咱们笑话。当家的，这东西咱自己人都咽不下去，你真要端给亲家和乡亲们吃啊？这个时候了，谁敢说不能吃，谁就是拆我的台。好汤不靠香精遮，靠的是食材干净、火候干净、良心也干净。只要今天不当场出事，就算过关。不行了，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太熏人了！小杰，你不是说你爸请了豪华团队做海鲜吗？我怎么闻着像是在熬沥青啊？走，带我去后厨看看。妈，后厨脏，油烟大，您穿着这么贵的旗袍，别给您熏坏了。让开！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张家到底给我女儿准备了什么。哎呦，亲家母，您怎么来这儿了？前面马上就开席了，您快回去做主桌。张老板，让开！我要看看你们的食材，这味儿不对。亲家母，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请的这个大厨那是祖传的秘方，外人要是看了，那是破了人家的规矩。这味儿闻着臭，吃着香，越是高级菜，越不能光凭鼻子判断。张大坎，没煤气了，赶紧再给我转200块钱买煤气，不然停火了啊！张老板，这就是你说的豪华团队，买煤气还要临时要钱，你是不是在拿什么下三滥的东西糊弄我们？没有，那是大厨在跟我开玩笑呢。亲家母，我张大宽对天发誓，绝对是极品海鲜。您再等10分钟，10分钟马上上菜。我要是骗您，今天这顿席我自己先吃。同样是办席，有的人把客人当贵客，有的人只想着怎么糊弄过去。好，我就等你10分钟。要是端上来的东西不能吃，今天这婚我们就别结了。上菜喽！这是给人吃的吗？
这猪毛都没拔干净啊！张老板，这就是你说的极品海鲜大餐。这黑乎乎的肉是什么东西？亲家母，您不懂，这叫特色黑毛土猪肉，散养的。那海狮皮也是深海野生的，颜色越深，营养越好。来，我先给您打个样。大官，真不对劲就别硬撑了，吃坏人可不是小事儿。今天谁敢说不对劲，谁就是让我张家丢脸。好吃，太好吃了，又香又脆。亲家母，你快尝尝！大家都愣着干什么？动筷子啊！这可是花了大价钱的。我都吃了，你们谁敢不吃，就是不给我面子！这死鱼怎么肠子都烂了？多加点辣椒掩盖一下。张老板，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这菜你自己先吃。死鱼肠子烂了。张大款，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死鱼肠子烂了？你们后厨到底在干什么龌龊事儿？亲家母，您误会了，那是隔壁赵瘸子家。赵瘸子是个杀猪卖鱼的，天天在院子里骂他媳妇儿没把鱼肠子洗干净。农村嘛，墙头矮，声音传得远。您别见怪，快吃快吃。您看，我自己家亲戚都吃着呢，要是真有问题，我敢让自己人动筷子吗？对，妈，隔壁赵大爷脾气可暴躁了，天天骂街呢。张大款，你让我吃苍蝇，你这叫极品海鲜？你们张家就是这么糟践我们城里人的吗？哇！大款，这不是意外，这菜根本就不干净。刚才我就说不对劲儿，你非要我们吃，你这是拿全桌人的肚子给你撑面子啊！妈，您消消气儿，这肯定是意外。意外个屁！我看你们张家根本就没把我女儿当人看，这婚没法结了。亲家母，你给我5分钟，我这就去下厨把这个厨子给废了，我给您换一桌全新的，您千万别走啊！好，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姓胡的，你瞎了眼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苍蝇，绿头大苍蝇，我亲家娘吃进嘴里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不然我报警抓你！张老板，你讲讲道理好不好？这农村大院子到处都是旱厕和猪圈，飞进2只苍蝇怎么了？这苍蝇上面写我名字了，你凭什么说是我菜里的？你放屁！被炸透了，明明是掉锅里的！你这狗东西，退钱，把那15000退给我！张老板，刚才你看见料理包的时候，可是你自己说多放点调料，别让他们吃出不对劲儿。现在出事儿了，你跟我装什么干净人？你们想干什么？外面坐的可是县城的领导！哼，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这态度。这菜，你爱吃不吃？爸，你干嘛呢？前面亲家母又发火了，说再不上热菜，他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走人。行，胡老板，这事我不追究了，你赶紧的把热菜给我端上去，千万弄干净点，算我求你了。听我，同志们，歇着。你到底想怎么样？加钱，每桌再加300，一桌800，20桌，再给我转6000块钱的委屈费，钱到账，少1分，我们立马走人。一桌800，你们怎么不去抢？爸，老林头手艺才收500呀！别给我提老林头，我已经把人得罪死了，现在只能把这桌戏撑完。爸，你撑的不是席，是拿所有人的肚子堵咱家的面子。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能吃得安心，比什么排场都重要。小心收款6000元。得嘞，张老板大气！兄弟们，开火！张老板上大菜。放心，辣椒一盖，什么臭味都没有。张老板，这可是压轴大菜，鸿运当头，保证把你亲家母吃得满面红光，赶紧端上去吧。亲家母，久等了，
这可是大厨的拿手绝活，深山散养跑山猪做的扣肉，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您刚才受惊了，快尝尝这个压压惊。我最后信你一次，要是再出问题，这婚不用谈了。味道倒是不错，就是这肉怎么有点发酸？酸就对了，那是加了陈年老头醋开胃的。大家快吃快吃！大款，这酸味不像醋味，像坏了。闭嘴，吃你的！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肚子怎么像有刀子在绞一样啊！张大官，你们这菜里到底放了什么化学玩意儿？哎呦，我不行了，洗手间在哪儿？疼死我了！这菜吃坏肚子了，快给我找厕所！厕所哪儿？快带我去厕所！哎呀，这是人用的厕所吗？太恶心了！我死也不上这种厕所！哎呦，不行了，憋不住了！哎呀，造孽呀！我造了什么孽呀？张大官，你个杀千刀的，为亲家吃泻药！当初老林头500一桌，你嫌贵，现在好了，省那200块钱，把全院人都送进厕所了。完了，这下真完了。林老哥，您今天这顿席吃的我那几个省里来的朋友红光满面，通体舒畅啊！他们都说您这菜里吃得出干干净净的良心。王总过誉了，做菜如做人，心要是黑了，光想着怎么糊弄食客，做出来的东西早晚得让人吃尽苦头。厨子的底线就是干净，一桌席吃的是喜气，也是信任。谁拿食客的肚子开玩笑，早晚要还柴。我没有你这种女婿，你们张家一家子都不是人。为了省几个臭钱，拿死猪肉、臭海鲜来糊弄我们，你们这是要杀人啊！陈家母，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杀千刀的厨子用的是假货。您原谅我这一次，我带你去医院，医药费我全包。知道，你自己吃第一口的时候脸都绿了，你明知道不对劲儿，还逼一桌人吃。张大款，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老林头给你做席，你嫌贵把人赶走，找了这么个下毒的黑心团队，你退钱，把我们的份子钱全退回来，不然我们今天没完。退钱，赔医药费，别管我这个黑心钱！胡老板，胡老板，你出来，你给大家解释清楚，这菜是你做的。解释个屁，这锅老子可背。小黄，点火，从村后头的小路撤。张大管，想省钱撑面子的是你，逼亲戚吃下去的也是你，慢慢背吧。小丽，咱们走，今天这婚作废，以后谁敢提张家半个字，我跟他拼命！张大款，别装死，亲家跑了是你的事儿，我们大伙拉的拉，吐的吐，这笔账怎么算？就是，我老伴儿现在还在卫生所挂水呢，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你今天必须给一个交代。退钱！各位乡亲，二叔，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贪便宜找了那个黑心厨子。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现在知道是黑心厨子了。刚才我拦你，你不是还说这是城里人爱吃的发酵海鲜吗？哼，交代？你拿什么交代？现在全镇的厨子都知道你张大款是个什么货色，谁还敢来接你的烂摊子？除非你把老林头请回来，让他给大家伙做顿干净的安神汤，把这肚子里的毒箭压下去。不然，这
事没完。但你记住，老林头就算肯救乡亲，也不是给你张大款擦屁股，你该赔的钱1分都少不了。好，我去求，我这就去求林叔。林叔，你可千万得救我呀！哎，干什么呢？两位大哥，辛苦辛苦，我是来找人的，我找林大厨林长山，麻烦您通融一下，帮我叫他一声。找林大厨？今天来找林大厨的都是领导和身价过亿的老板，你也配见林大厨？离远点，别脏了我们王总的地子！大哥，求求你了，我真的是林大厨的同乡，我找他有10万伙计的救命事啊！你就帮我传个话，就说张大款在外面出现，求求你了！拿这几张破纸寒碜谁呢？我告诉你，今天不管是特意来找他都不见，特别是姓张的，赶紧走！我不是来闹事的，我真是来救命的。全村人都吃坏了肚子，救命就打120去医院。你来找林大厨是想让他替你把烂摊子兜回去吧？林叔，救命啊！我错了，我张大道不是人，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吧！林大哥，这谁呀？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敢拦我的车？保安，干什么吃的？这位先生，这是私人庄园，没有预约，请你立刻退后，保持距离。林叔，林大爷，我张大头瞎了眼，那个姓胡的厨子用臭肉毒害乡亲，现在全村人都在拉肚子，求您发发慈悲，回去给大家熬锅解毒汤吧，我给您磕头了。张老板，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几个小时前，你也是在这个时间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我是个杀亲的黑心户，说我坑了你们张家的钱。我放屁，我那是放屁！林叔，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看在我死去的爹的份上，再帮我一次吧。我出钱，我出1000不，我出2000一桌。张大管，你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用你那几个钱买到你？你爹当年的恩情，我用10年的亏本买卖还清了。林叔，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呀！大伙儿在家里拉得起不来床啊！走投无路也是你自己选的。你为了省那200块钱一桌的差价，宁愿去买廉价3无的预制菜糊弄乡亲，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现在出了事，你想起我来了，晚了。张大派似的，你连给你儿子办喜事都敢用劣质货坑害乡亲，你这人的人品大有问题。我王某人最看不起你这种没底线的奸商。通知集团采购部，王氏建材旗下所有的工地项目立刻终止跟张大管砂石厂的合作协议，以后他的货我们一粒沙子都不收。林叔，你不能这么绝情啊！你这是要逼死我呀！王总，你帮我求求情啊！闭上你的嘴！敢打林大厨，就是打我王某人的脸！保安，把他给我赶得越远越好，告诉他，以后他张大广的建材生意在全县彻底封杀。这人把咱们大门口都弄臭了，把洗车的高压水枪拉过来，洗洗地。王总发话了，让你离远点儿，是你自己走，还是我用这水枪帮你洗洗澡，送你一程？别喷，我走。哎呦！林大厨500一桌，你嫌贵，现在生意没了，婚事黄了，全村人追着你要赔偿，这才是真贵。救人归救人，算账归算账。200块，我为了省那200块，把自己全家都赔进去了。不行，不能让村里人知道林叔不肯回来，只要把场面拖过去。
张大款回来了！张大款，你还有脸回来？老林头呢？你不是去请人了吗？大家别急，好消息，林叔他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了。真的假的？老林头真愿意管咱们这烂摊子？千真万确，他现在正在王总的庄园里用那口百年的紫砂锅给大家熬秘制安神解毒汤呢，那汤得熬够火候。他说让大家再等1个小时，他亲自派车送过来。你最好别再骗我，我们现在不是丢面子，是要命。我哪敢拿大伙的命开玩笑啊！哼，最好是这样，要是再出岔子，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大款，这都1个半小时了，老林头的汤到底在哪儿？我这肠子都要搅断了，你赶紧催催。喂，大叔啊，汤装车了吗？快点啊！上级们都等着救命呢，你让司机开快点。林老哥，刚才那顿大鱼大肉吃得腻了，您尝尝这印尼空运来的血燕，润润肠胃。你是不是在骗我？你这电话根本就没打通吧？二叔，你别瞎想。这燕窝炖的火候正好，清甜去火。我怎么敢拿大伙的命开玩笑？再等10分钟，10分钟肯定到。老程啊，今天儿子大喜，怎么连个朋友圈都不发？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哥们儿啊？装傻！赶紧把你媳妇拉过来，把衣服整理好，跟我去院子门口那块喜字牌前面拍张全家福。我都快拉稀脱了，站都站不稳，拍什么照啊？让你去你就去。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朋友圈？你懂什么？生意圈要是知道今天这戏办砸了，咱家就真完了。你过来点。你别碰我，真倒霉！都给我笑，不拍完谁也别想走。来，看镜头，1、2、3，茄子！张大款，你不是在办喜事儿，你是在作假。给我留点面子，照片发出去，大家都好看。你害人吃坏肚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别人留命？二叔，乡亲们，别等了，老林头根本没给咱们熬汤。小李，你说什么？大款不是说老林头马上就送汤来吗？他放屁！我刚才去镇上买药，亲眼看到老林头坐着王总的脉，直接上高速去省城了。人家早托王总联系了卫生所，说急性肠胃炎必须赶紧送医，不能靠什么汤硬拖。是张大款自己在这撒谎拖时间。听说是省里的领导点名要吃他的菜，人家连看都没看咱们村一眼。张大款，你个骗子！你拿我们的命在这拖延时间，你根本连老林头的面都没见着，对不对？林叔让我们去医院，你却骗我们等汤，你是怕我们治病，还是怕我们报警？二叔，你听我解释。别抢，这是我儿子的结婚钱，我们的医药费还没扫落，你还惦记结婚钱？胡老板，你不是走了吗？张老板，你长本事了啊！老子刚到镇上就收到提示，说你把刚才转给我那15000一炸店1亿冻结了。你们做的菜把人都吃进医院了，我凭什么给你们钱？当初看见料理包，你说多放调料，别让亲家吃出来。现在人吃出事了，你倒想把自己摘干净？凭什么？就凭老子的钢管很硬。一个黑心厨子，一个黑心主家，你们俩谁也别想跑。张老板，你刚转给我的15000，反手就以诈骗名义给冻结了。你挺懂法，
那咱们就按法律办，看清楚白纸黑字第5条，本次宴席所有食材均由甲方张大船采购，乙方仅提供加工服务，如遇食品安全问题，乙方概不负责。你放屁！明明是你们包工包料，这菜全是你们拉来的预制菜。胡老板，只要便宜，菜你随便弄，出了事算我的。张老板，你现在把钱冻结了，就是撕毁合同。我这就给卫生局和警察打电话，把这份合同和录音交上去。你猜猜，毒倒全村几十号人，你这个主家得判几？别报警！我儿子今天结婚，卫生局来了，我这脸往哪儿搁？这个时候还想着脸？我那是酒桌上随口说的，我就是想省钱撑个场面，谁知道你真敢拿臭肉上锅啊！要面子就赶紧解冻。另外，因为你违约在先，按合同赔偿5000违约金。少1分钱，我马上拿着大喇叭去前厅，给你的城里请假好好普法。我错了，我连违约金一起给你，你千万别去前厅。兄弟们，张老板结账了，把咱们的锅碗瓢盆都收了，准备撤！你们不能走，热汤还没上呢，大家伙子都快脱水了，得喝口热的呀。合同结束了，我们只管做菜，不管治病。你要汤自己熬去。你当初为了省钱，把能熬干净汤的人赶走了，现在想喝汤，晚了。大船，别管什么汤了，弄点干净水来，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二叔，你撑住，我这就去倒茶。这水馊了，我去村口小卖部给你们搬矿泉水，搬成箱的。老李，赶紧给我搬10箱矿泉水，要冰的。老李，你干嘛呢？赶紧给我搬水呀，救命用的！大款啊，对不住了，这店里的矿泉水、饮料刚才全被这位老板买断了。他们说是你家后厨收尾要用水，我还以为是你安排的，谁知道你院里的人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啊！张老板是吧？我们胡总说了，今天天气热，怕兄弟们收拾东西中暑，就把这店里的水全包了，作为我们团队的内部防水物资。我出钱买总行吧？快给我搬5箱！这些水现在是我们团队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商品。你要是非得要，也不是不行，那就是物资转让费，1瓶20。20？你们这是趁火打劫！张老板，您不是最懂这个道理。客人急着吃席的时候，便宜重要。现在人急着喝水了，价钱就更重要。张老板，没钱就别在这儿充大款了。大款，早上老林头那500一桌，你嫌贵。现在1瓶水20，你倒是想买也买不起了。我买1瓶，我先买1瓶给我儿子喝。你干什么？让开！我要烧水。胡老板吩咐了。宴席结束，厨房设备按规定封存，等待收车，防止发生火灾。这是我家的煤气，我家的灶台，你凭什么锁？就凭合同上写了，场地清理期间，设备由乙方全权封存保管。要失火了，算你的还是算我？老板，你要烧水，和你自己屋里用电热壶烧着。这大棚里的火候今天是点。外面几十号人等着喝热水。几十号人吃坏肚子的时候，你也没有拦着上菜啊。现在装什么好？全村人吃水用的井。吴老板说这井边的地势低，刷锅的脏水到这儿冲得快，我哪知道这井水你们还要喝？一口干净水，现在连一口干净水都没有了。啊，我肚子又开始绞痛了。你弄到水没有？我得吃药。表妹啊，我是你大款哥，那什么，你手头宽裕不？借个2万块钱周转一下。哟，大款哥，你那500块一桌的极品大席不是办得挺风光吗？怎么还差这2万块钱啊？我大姑吃了你的席，现在还在县医院挂水呢。医药费你什么时候给报了？你朋友圈里笑得那么风光，怎么不发我大姑躺急诊的照片？老李，是我老张，帮个忙。老张啊，你办个喜事，把全村人都吃进医院的事儿，都在镇上群里传疯了。我现在躲你都来不及，哪来的钱借你？王总都断你合作了，你这人品，我们谁还敢沾？挂了。
爸，别借钱装了，先送我去医院吧。二叔，您看，您老人家手里有没有点闲钱？借我个1800的，我去镇上雇个车拉点水回来给大家伙救救急。借钱？你把我们坑成这样，还有脸冲我们借钱？张大款，你这丧良心的，为了省那几百块钱，找这种黑心厨子来毒害我们，退钱，把我们交的份子钱退回来，我们自己去卫生所看病。份子钱刚才不是都被你们拿回去了吗？我哪还有钱？你活该！你这辈子就烂在这个院子里吧。咱们走，林叔已经让人联系卫生所了，我们自己去看病，也不喝你这黑心院子的一口水。张大话，我娘家这边12口人全在县医院急诊科，挂号费、洗胃费、吊瓶费，一共8600，10分钟之内把钱打过来，不然我就带着卫生局的人去你家院子，这婚也别结了。你再给我半天时间，我正在筹钱。亲家也不要我了，生意也断了，钱也没了。胡老板，这块表是我去年花2万块钱买的，我拿它抵押，换你小卖部里的水，再换你车上的几桶干净纯净水。你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今天早上老林头被你扇巴掌赶走的时候，你不也挺威风吗？张老板，合同结束了，我们收工了。你现在资金链断了，亲戚跑光了，连亲家都要去卫生局举报你。这几10号人的医药费加上罚款，够你喝一壶的。留步吧，不送了。爸，别求他们了，我受不了了，我肚子疼得像有刀在绞。儿子，爸，这就送你们去医院。爸，早知道会这样，你为什么非要赶走林叔啊？大夫，救命啊！我儿子快不行了。将手机缴费处加急，快点！连救命钱都没了。大款，给我弄口热水喝，我胃里像有冰碴子在扎。二叔，饮水机没热水了，只有凉的。凉水？我们拉的肠子都快断了，你还让我们喝凉水？以前林叔给咱们办大喜，哪怕是大夏天，只要吃完喜，林叔都会熬一大锅温热的紫苏生姜糖水，一碗一碗端给咱们暖胃消食。张大款，你为了省那200块钱，把林叔赶走，找来这帮畜生！不是胡老板一个人的错，你明知道菜不对，还逼我们吃。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你们别骂了。现在说错没用，先把大家的医药费交上。你们这群骗子，还敢来医院，我跟你们拼了！张老板，火气别这么大，我是来帮你解决麻烦的。你又耍什么花招？这是镇上农贸市场的采购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是张大发亲自去采购了一批过期变质的槽头肉和死鱼，交给我们加工的。这签名是伪造的，我根本没去过农贸市场。真货假货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时确实说过便宜就行，出了事算你的。字迹可以模仿，但录音可是你本人的声音。便宜就行，出事算我。张老板，卫生局的调查组已经在路上，这可是危害公共安全罪，3年起步。你们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
钱，你马上把我支销。我给钱，你马上把东西销毁。张大宽，你个王八蛋！吵什么吵？这是医院，要放出去放。我们在走廊里听得清清楚楚，你宁愿借网贷，花1万块钱给那帮黑心厨子封口费，也不肯拿出1分钱给乡亲们交住院押金。你也太不是东西了！你怕坐牢，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是不是？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大船，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大家要的不是你遮丑，是你认账。放过我们！放开我！你们听我解释。我那是缓兵之计，我怎么可能给骗子钱？我刚才是在跟保险公司的人打电话。我办戏之前买过一份大型宴会商业险，保险公司的人说了，只要事故责任认定书下来，过几天就能全额赔偿。大家的医药费、误工费，保险公司全包。那你现在先把押金交了，保险以后赔是以后的事儿。押金我先垫着，我肯定垫着，就是银行卡临时限额，大家再宽我3天。真有这事儿？你张大款能有这么好心，提前买保险？二叔，我儿子也躺在抢救室里啊！我能拿我儿子的命开玩笑吗？大家再给我3天时间，赔偿款一到，我挨家挨户给大家送去。张大款，这是最后一次，你要再敢骗大家，别说乡亲不讲情面。秦家公，您来了，快坐快坐。张大货，你真是好大的排场啊！500块钱一桌的席，吃得我娘家12口人进急诊，吃得我女儿他妈刚过门就他妈在他妈院子里吐酸水。你张大闯为了省几个臭钱，连亲生儿子的命都不顾，太脏了！秦家公骂的太脏了，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你别把锅全推给厨子，你自己也吃了。你明知道不对劲儿，还逼我们动筷子，这都是意外，是那个厨子不干人事儿。意外！我刚才去医生办公室问过了，用劣质预制菜发出的死鱼。我女儿嫁到你们家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送命的。我给你最后3天时间：第一，拿出5万块钱作为我全家人的医疗费和精神赔偿费，少1分都不行；第二，你必须让县里最好的医生开具证明，保证这病秧子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第三，你得把所有中毒乡亲的治疗费用先垫上。你是主家，不是看客。3天后有1条你做不到，我立刻让我女儿退婚。不光要退婚，我还要追究你投毒的法律责任，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蹲着。这要不是法治社会，我一定弄死他。张先生，你儿子的胃黏膜受损非常严重，目前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已经形成了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大夫，那能治好吗？会不会留后遗症？我亲家说了，要是留后遗症，就要退婚的。张先生，现在最重要的是病人的身体，不是退不退婚。西医目前只能消炎保护胃黏膜，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调理好不留定病，必须得靠中医的药膳慢养。你去县中医院的名医堂看看吧，听说他们最近高复仪的药膳养生顾问专门调理这种疑难脾胃病。不过人家的号很难挂，你得抓紧。谢谢大夫，我倾家荡产也得挂上这个号。林老，您能答应出任我们医院的特聘药膳顾问，真是全县人民的福气啊！林老当年在省宴上的那道佛跳墙，至今让老领导念念不忘。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有您坐镇，咱们的康养项目绝对能成为全省的标杆。尤其这次张家村集体食物中毒，后续脾胃调养很关键。林老愿意出手，是乡亲们的福气。
我儿子胃黏膜毁了，医生说只有您的药膳能救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他吧！你认错人了，我就是一个臭做饭的，哪配给你那城里娇贵的儿媳妇做药膳啊！您别挖苦我了，我亲家公说要是治不好就退婚。您跟区领导熟，您帮我求求情，只要您肯出面，他们肯定听您的。原来你不是来求我救人，是来求我替你保婚事、压责任、求情。你当初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把那锅我熬了3天3夜的野生甲鱼汤掀翻在地的时候，你想过情分吗？为了省200块钱，找黑心厨子给乡亲们喂毒药，你把全村人的命踩在脚下，现在还有脸来求我？治病有医生，药膳方子我会交给院长，该怎么调理，医院按规矩来。但你想让我替你去亲家面前求情，替你把这场毒席遮过去，我不答应。张先生，病人我们会按医疗流程处理，但事故责任不是一张药膳方子能抹掉的。保安，把这位张老板请回去，他的钱太脏，我林某人嫌烫手。最后一天，5万块钱见不到，准备接法院传票。把张家村中毒村民的条例名单登记一下。哥，这是我那家砂石厂的营业执照、承包合同，还有转让协议，全是原件。张大婆，你那砂石厂现在可是个烂摊子，听说你把全村人吃进了医院，现在连个运沙子的司机都顾不到，你这厂子现在就是个空壳。龙哥，厂子里的设备都是90%新的，光那2台挖掘机就值几十万，我只要借5万块钱救急，就借1个月。5万可以，但是龙哥，这利息也太……这是合法利率，不信去查官方网站。贤贵出门左转。不过我可听说你亲家公马上就要去法院起诉你了。你儿子要是进局子了，这砂石厂留着有啥用？张老板，我说句实话，这钱不是救命钱，是堵窟窿的钱。你前面的窟窿要是不认，这5万也堵不住。我先堵住亲家那边，只要婚事保住，厂子以后还能挣回来。没事儿，只要把亲家公稳住，保住儿子的婚姻，我张大桃还能东山再起。砂石厂1个月就能赚回这7万块，一定能赎回来。亲家母，这是5万块钱，1分不少，您点点。哼，算你识相。不过别以为给钱就完了，我女婿的康复证明呢？拿不出来，这婚照样得退。证明马上就开，结果一出现，绝对活蹦乱跳的。爸，我想喝口热汤，这馒头太硬，我咽不下。儿子，别怨，等医生开了证明，爸带你去下馆子。二老爷子，林老听说乡亲们遭了罪，特意连夜用紫苏和伏龙丁熬了这锅养胃鸡汤。林老说了，乡亲们住院期间的营养餐他全包了。林老还说了，谁犯的错谁担责，但乡亲们的身子不能拖。他不见张大苦，是不替他遮丑。这锅汤是给无辜受害者暖胃的。林叔真是活菩萨呀！我们当初瞎了眼，怎么就信了张大款那个畜生？就是张大款那个丧良心的，现在估计躲在哪个角落里啃冷馒头呢。爸，为什么林叔肯管乡亲们，却不肯管我们？因为是我把他得罪死了。儿媳妇，你看钱我也赔了，要不咱们一家3口拍个合影发到村里群里，就说大毛洗完胃已经没事了，让大家放心。要拍你自己拍，我嫌丢人。大毛，笑一个。爸，我真笑不出来，我胃还疼。感谢大家关心，我儿子已经脱离危险了。张大款，你还敢在群里粉饰太平，发假照片？亲家公，怎么了？
钱不是都给您了吗？钱5万块钱够什么？医生开了证明，你买的那批劣质预制菜不仅让大家洗了胃，还让我女婿落下了长期的肠胃病，这辈子稍不注意就要进医院。你现在还发照片骗人，你不是在报平安，你是在继续遮丑。让我后半辈子伺候一个被你害成病秧子的男人，做梦！退婚，彩礼明天我会1分不少的原路退到你卡上，所有的误工费和后续治疗费，等着收法院传票吧。大王，对不起，我不是嫌你笨，我是怕你爸这种人会害我一辈子。张家属，你儿子到底吃了什么毒东西？复查结果出来了，血液是亚硝酸盐和不明化学毒素严重超标。大夫，不是说快好了吗？照片我都发了。好什么好？急性重度胃黏膜剥脱，甚至有胃穿孔的风险。县医院治不了，立刻办手续，转去市里的3甲医院做手术。张家属，我再说一遍，病情不是靠朋友圈滤镜能遮住的。你现在最该做的是配合治疗和事故调查。张大豪又骗人，他儿子快不行了，要转院。爸，我真的被你害惨了。救救大人！张大款，你个死骗子！你还敢造假照片骗我？亲家公，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保住孩子们的婚事啊！保婚事？我嫁过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还要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我就是瞎了眼才会想嫁到你们家。退婚，彩礼不退，那是我的精神损失费。明天法院见。张大块，这是你儿媳妇提起的离婚及彩礼退还诉讼。另外一份是全村村民对你提起的赔偿诉讼，王总的法务团队免费代理。全村起诉，这得赔多少钱啊？林叔，开开门啊！我知道错了，再告下去我就得去要饭了。亲家公只听您的，我该死，我抠门，只要您肯出面，我天天给您磕头啊！别打了，你就是把这张脸打烂，也洗不干净你心里的黑。林叔，您真要眼睁睁看着我死吗？一是灶台上的火候，二是胸腔里的良心。你为了省那几百块钱，把发臭的死鱼烂虾端上桌，拿全村老少的命去赌，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凭什么拿我的招牌去保你？我给乡亲们熬汤，是因为他们无辜；我不给你求情，是因为你有罪。一码归一码，你别想拿一锅汤把一场赌洗白。我赔还不行吗？可是我现在真的没钱了，王总断了我的生意，亲家也要告我，村民也要告我，我活不了了。你现在知道活不了了。当初乡亲们捂着肚子求一口干净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儿子躺在医院里疼得打滚的时候，你又在想什么？你不是没路走，是你把干净路一脚踢开，自己选了黑路。回去准备打官司吧，你欠乡亲们的债，得用后半辈子慢慢还。张大浩是吧？关于张家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我们依法转换你配合调查。同志，这事不是我干的，是胡建国，是那个黑钱包装团队，他们拿死鱼臭肉害我。合同显示你是本次宴席主办方，且现场多名证人证明你在发现食材异常后，仍然要求继续上菜。你可以举报胡建国，但这不代表你这个主家没有责任。张家院子里剩余菜品已经检出多项不合格指标，
胡建国团队涉嫌使用3无料理包和变质肉类，我们会依法查处。对，抓他，把他抓起来！只要抓他，我是不是就没事了？张大款，事故责任不是只抓一个胡建书就结束。你作为主办方，是否存在明知食材易扔、强迫宾客食用、事后拖延就医、编造林书熬汤等情节都要调查。尤其你为了遮臭拖延村民送医这一条，性质很严重。胡建国，化验结果出来了，你们用的食材严重变质，亚硝酸盐超标10倍，这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我冤枉啊！我就是个干粗活的厨子，食材根本不是我买的。警官，我包里有一份免责合同，还有一段录音，你们拿出来听听就明白了。老板，只要便宜，菜你随便弄，出了事算我的。警官，您听见了吧？这张大焕为了省钱，逼着我们去买那些便宜烂肉的，我们不按他说的做，他就不给结工钱呀。我是被逼无奈的。人，举报！张大炮，关于张家村集体中毒事件，胡建国已经供述是你指使并强迫他们使用劣质食材。现在警方和市监所正式立案调查，请你配合我们走一趟。合同是他逼我签的，录音也是他断章取义，我就是想把喜宴撑过去，我没想害人啊。有没有主观故意，调查会认定，但你明知风险还继续上菜，这一点很多人都看见了。您的账户因涉及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已被法院依法冻结。你们干什么？借款期限明天才到啊！张老板，根据你和我们公司签署的企业资产抵押快贷合同，你名下账户已被冻结，且出现重大民事赔偿风险，债权人有权申请提前保全抵押资产。不行，这沙场是我最后的命根子，你们不能拿走。张老板，谁都没有拿走，现在是依法评估保全，后续怎么处置由法院和合同程序决定。我就借了5万。怎么连厂子都要没了？你借的不是5万，是用整座沙场给一场食品安全事故堵窟窿，窟窿没堵上，债就会滚下来。当初你为了省200块钱一桌，选择不干净的洗面，现在每一笔赔偿、每一笔违约、每一笔冻结，都是那张饭桌上滚出来的账。我的账，我的账。儿子，你来了，你是不是来接爸回家的？家？咱家还有家吗？房子马上要被查封，沙场也保不住了。我老婆跑了，彩礼退回去也拿来赔医药费了。全村人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瘟神一样。爸是为了省钱，给咱们家过好日子吧。你不是为了省钱，你是为了你那可笑的面子。你宁愿花大价钱买假酒装门面，也不肯给乡亲们吃一口干净饭。你明知道那菜发酸发臭，还逼大家动筷子，你毁了我。林叔说的对，救人归救人，算账归算账。现在这笔账也算到我身上。儿子，你别这样，爸现在只有你了。我去城里打工还债，医药费、赔偿款，该我这个儿子承担的我认。你还病着，你胃还没好，你去城里能干什么？再苦，也比留在这里被人戳脊梁强。爸，你要是真知道错了，就别再想着躲债，别再想着求人遮丑。你欠乡亲的，得一分一分还。你去哪？你别丢下爸一个人啊！我要去城里打工还债。张大款，关于张家村45名村民诉你人身伤害赔偿一案，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名下银行账户无可用资金，且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法院现依法对你进行强制执行。同志，我没钱了，我沙场被高利贷收了，老婆儿子都跑了，我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根据调查，你名下还有这处位于张家村的自建2层住宅，我们将依法予以查封、评估，并进行司法拍卖，所得款项将用于赔偿受害村民的医疗费用。不行，
这是我最后的窝了。你们封了房子，我住哪儿啊？我睡大街吧？请配合法院执法。你现在已经被依法列入失信被制成人名单。你为了省钱导致全村人中毒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们以后怎么生活？未经法院允许擅自撕毁封条进入查封场所，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收队。哟，这不是张老板吗？大席办得那么风光，怎么现在连家门都进不去了？张大管，你站住！二叔，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我们不想怎么样，法院怎么判，你怎么还？我们今天拦你是告诉你一件事儿，以后村里谁家办红白喜事，都不会再让你碰一下灶台，碰一下食材。不是我们不给你活路，是没人敢再把命交到你手里。我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疼了。当初林叔说做菜要对得起食客的肚子，你笑他贵，现在全村人都知道那不是贵，那是命。林叔给大家熬的调理汤，已经连着送了2个月。你儿子那边医院也给了药膳方子，大家的身体慢慢缓过来。林叔还管我儿子？方子是给病人，不是给你念的。林叔说过，他该调理，你有责任，你该赔偿。那炊烟里有饭香，也有个再也回不去的体面。喝了林叔这药膳汤，胃里舒服多了。可不是嘛，人家林叔才是真正把食客当人看。张大管，你怎么又在这儿躲着？要看病就排号，不看就别挡门。不看，我就是路过。你路过也听清楚了，张家村这些人的后续调理是林老出于医者仁心和楚者良心，不是替你免责任。你别想着拿林老的汤，去法院说大家都好，就不用排号。我没那个脸了。近日，县里正式公布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其中拥有数十年大席和药膳经验的林长山师傅，凭借传统香艳药膳技艺入选。林叔这手艺，人家做菜讲良心，不像有些人办个席，差点把全村送走。这不就是张大管吗？嘘，别买他的纸壳，晦气。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林叔说了，今天这锅药膳汤不收1分钱。林叔这才叫办大席，吃得热乎，也吃得安心。一口饭，一碗汤，看着小，进的是人的肚子，连的是人的命。做厨子的，手不能脏，心更不能脏。我没脸，我哪还有脸喝林叔的汤？哎，推破车的，等会儿。喏，师傅让我给你的。这是给我的。哼，师傅说了，一码归一码，你犯了法坑了人，有法律治你。你现在倾家荡产也是罪有应得，但是咱干厨子的敬畏的是粮食和性命，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在咱们的饭锅旁边活活饿死。是吧？你害了乡亲，该赔的赔，该认的认。但师傅说，厨子这双手是做饭救人的，不是看人饿死。林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现在才明白，
我当初嫌贵的不是那200块，是你守了一辈子的良心。我把良心当成了成本，把乡亲们的命当成了面子，是我活该。师傅还说了，汤喝完把碗放回广场边上，你欠乡亲们的钱该怎么还就怎么还，别再想着躲了。我慢慢还，我这辈子慢慢还。林叔，您这汤真暖胃，以后咱村家办事还得请林叔，贵点也值，吃得放心。不是贵不贵的事儿，是该用好的就不能糊弄。办大席办的是热闹，更是良心。师傅，他跪那儿哭半天了，知道疼了才知道错，知道错了才有机会重新做人。师傅，您真不恨他了？恨有什么用？厨子这一辈子不能让恨进锅，锅里该有的是干净，是火候，是给人留一口活路。但活路归活路，账还是要还。人可以饿一顿，良心不能缺一辈子。